家里的宠物是不是也很调皮？我才转个头，这条变压器的电线就变成这样的啦。电线都被咬断了，难道每次都要花钱买新的吗？其实不用，今天我就教你2个超实用的方法，让这条电线重获新生，并防止再被咬坏的强化方法哦。首先观察电线外面的标示，因为 DC 电线有正负极，如果接错了，后果会很悲剧。像这里有一条白色的记号，另外一条没有，所以要先记好电线的标示，这样就可以防止电线相反接错了。方法1，先把被咬到的电线区域剪掉移除。再用拨线钳把电线拨开1公分的长度，然后依序用缠绕的方式接回去。咦，这样的接法轻轻一拉，电线就松脱了。所以我们改变缠绕的方法，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先把电线交叉，正反缠绕1圈之后，再把电线搅在一起。你看，这样经过拉扯就比较不会松脱啦，这样才有抗拉强度，不然你只是轻轻搭在一起，一拉就掉，那等于白做工了。然后拿出电工绝缘胶布，先剪成小段，方便好包覆。依序把电线处都包裹起来。为了确认接线没有问题，要再确认白色记号的电线都是在同一条上哦。再拿出电表或是 LCR 镊子转到 DC 档位，测量电压有正常输出即可。这样就是基础版的接线办法完成啦。但总感觉好像缠绕方式还是不够紧密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方法2，想要更稳固，就上烙铁焊接。我们先把原本的拆掉还原，为了更好的缠绕，这次再把电线剥皮多剥长一点。这次用另一种方式帮电线绝缘。我们拿出热缩套管，选择1条可以穿过2条电线的套管，跟2条可以穿过1条电线的套管。先把粗的套管套入电线后端，再把细的套管个别套入单条电线后备用。接线方法一样是交叉后正反先缠绕1圈，再将2条同时缠绕一起。如果同时太长的话，可以修剪一点点。接下来拿出烙铁架、注焊剂、焊锡丝、清洁海绵，跟数位恒温烙铁本铁啦。我们用牙签沾一点注焊剂到铜丝处，确认烙铁温度为300度之后开始焊接。
因为恒温烙铁的温度会一直维持在300度，所以焊接的时候不会因为太高温而融化电线皮，也不会因为焊接时温度下降而没有办法溶锡，导致焊接困难。记得铜丝底部也要确认有浸润到锡哦。用焊锡把接点固定，这样导通效果更好，抗拉效果更好，也更耐用哦。焊接后别忘了热缩套管，把细的热缩套管覆盖整个焊接处，再用打火机快速移动加热，热缩套管就牢牢的包覆绝缘好啦。再把粗的热缩套管覆盖，一样用打火机快速移动加热。这样就完成焊接跟绝缘啦，收缩的整整齐齐的，是不是比电工胶布更好看啦？最后一样测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，这就是第二种接线的办法。但问题来了，如果家里的小恶魔又跑来咬呢？我们可以在家庭五金行买到这个卷式结束带，把电线包起来。它有很多不同粗细的尺寸规格，像我这里就买比变压器电线再大一点的规格，然后剪下一段被宠物会咬到的区域长度。你看，看起来是管子，其实是螺旋的方式的设计，这样就能缠绕在电线外面加强保护，然后依序把结束带都缠绕到电线上，这样就完成了加强电线外皮强度的一种办法啦。这算是比较轻度的保护，如果再不行就要用线槽了。卷式结束带的优点是可以无损的安装与卸下，就可以依照需求调整位置或是更多圈的缠绕啦。下次遇到电线被咬断，不用紧张，自己动手就可以搞定。喜欢这类 DIY 小技巧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，因为我们还有更多实用又有趣的修复教学。这里是刺猬帮，我是宝咖咖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